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麦宝。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这个透气窗。那今天我要来装这个透气窗，并把它改造成露营车最完美的全自动换风透气窗。好，那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透气窗。我现在讲一下它的优点跟缺点。它的优点我觉得就是帅，因为它单排的，然后透气孔比较大，我觉得比较好看。那现在有那种双排的，它透气孔是小小的，像百叶窗那种样子，我觉得那种没有这种来的好看。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透气窗的正确使用方式。它这个当初设计是当你车子停下来之后，把你的中窗打开，打开之后，再把这个透气窗卡到你的泥槽里面去。那虽然它是可以快速拆装的，可是大家都把它固定在上面，比较方便。可是它这样子就有几个缺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的这个透气窗是装在靠驾驶座这边，那也有人装在后面这边。那因为它这个透气窗是要卡到这个泥槽里面去，如果你是固定在靠近驾驶座这边的窗户插到泥槽里面去，那如果你把这个透气窗再卡进去的话，它会非常紧，会导致这个窗户会非常难开。再来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装在前面这个窗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窗扣的饰盖跟这个透气窗，它其实会有一点卡。如果你硬装上去的话，这边会顶到。所以如果你是装在中窗的前面这个窗户，基本上它就只是装饰用，这个窗户基本上是开不了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有些人他是选择装在中窗的后窗这个部分。那装在后窗这边，它卡到泥槽里面去，它这个饰盖不会顶到这个透气窗，它窗户可以正常的开关，透气窗可以正常使用。可是它还是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透气窗它的宽度不够。那这个宽度不够，如果里面的窗户打开透气的时候，这边是会有留一个缝的，蚊子还是有可能从这边跑进去。再来还有一个缺点就是，如果是装这样子，下雨天在开车的时候，雨水是会从这个缝灌进去的。可是，一般我们中窗的后窗是比较少会去开关的，我一般都是会开的都是前面这个窗户。所以，如果要把这个透气窗装在前面，用胶固定在上面的话，我们要把左右两个窗户先对调过来。如果装在这边换过去，就会变成在前面。那我们先把左右窗框给对调。好，我们把左右窗互换。那在装上去之前，我们还有一个动作要做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窗框下面这边有排水孔，我们要从排水孔这边打一个洞到车门里面去。那这个洞等一下会用到，那我们先把窗户装回去。好，我们把左右的窗框兑换之后，我们这个透气窗就可以装在前面的位置，卡在前面的泥槽。这样子我们的窗户就可以正常开关，这个透气窗就不再只是装饰用而已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，刚讲这边有一个缝很大，那我们左右的窗户兑换之后，如果下雨天，雨水是会从两个玻璃的缝这边灌进去的。正常来讲，这边的窗户是在前面，它水是不会从这个缝灌进去，因为这个缝是在往后的位置。那现在我们对调之后，雨水就会从这个缝灌进去。那因为这个透气窗它不够宽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再加宽一点。那我们等一下要用这个塑胶板把这个缝补起来，大概是这样。那我们先上胶，把它连到透气窗上面去。
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. All of a sudden, I don'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. Gotta 我们用这个防水防漏胶，先打上一条，然后这个大概等个几分钟，让它稍微有一点硬化之后，再把它粘上去。那这个粘上去之后，要等24小时，让它完全硬化。粘上去之后，它随着时间会慢慢的变硬。那等一下，过一段时间再来加压，让它密合。那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现在干了，那我们装上去试看看。这样子窗户就可以正常的开关，这个窗扣的丝盖不会去卡到。下雨天开车的时候，雨水会从这个挡板往后流，不会从两片窗户的缝灌到里面去，是不是很不错呢？好，那改善完这个透气窗不够宽的问题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安装排风扇了。那这个透气窗，如果你要购买的话，你只要上网 Google 德利卡透气窗，它还是有在生产贩售的。那其实它也有卖排风扇，可是它就是要窗户打开之后，再把排风扇装上去，就比较麻烦。那我打算把排风扇改装到这个纱网里面去，这样窗户关起来的时候也不影响。那再来有一点就是，我车顶会装太阳能板，那车子就是要停在外面晒太阳才能发电。那大热天的停在外面，车内的温度又会很高，所以我如果停在路边让太阳能板充电的话，我会把这个窗户打开，然后里面再加一个温控开关，当车子到达一定温度的时候，就让它排风扇自动的运转。好，那我大概讲解一下我等一下要做什么。我们可以看到我这边有8颗，这叫涡轮风扇。它这个涡轮风扇跟一般的风扇不一样，一般的风扇就是从背面进气，然后正面这边排气出去。那这个涡轮风扇是从这边进气之后，从下面这边出风。那我会把它装在这个透气孔里面，让它风是从下面吹出来。那这边总共8颗，我打算一边装4颗，先试看看它的排风效果怎样。就是一个透气孔装2颗。那我车内还会装一个这个温控开关。那我打算设定，当温度大于40度的时候，它就会送电过来启动这个涡轮排风扇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小元件，它叫做金属感测传感器，我会把它装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当窗户打开的时候，它才会送电让涡轮排风扇启动。因为如果只装这个温控开关，当它温度到达我设定的温度，它送电过来，涡轮风扇就会开始启动，不管你的窗户有没有打开。那如果我窗户没有打开，它排风扇启动等于是没有作用，白白的浪费电。所以我会加一个这个金属感测器，去感测我窗户有没有打开。好，那在装到那个透气窗上面之前，我先接上来做一下测试。好，我把线路都接好了。那我先接上一个小灯泡，等一下测试给大家看会比较清楚。那这个温控开关显示目前的温度 27.6。那这边金属感测传感器，我现在是用一根螺丝起子碰触它的时候，它就会断电。然后当它没有感测到金属的时候，它就会通电。这个作用就是我把它安装在玻璃上面，当我窗户关起来的时候，它就会感测到金属，就会断电，这样这个涡轮风扇就没有电源，就不会启动。那当我把窗户打开的时候，它检测不到金属，就会通电过来，灯泡就会亮了。大概是这个原理。那这个接线有一点小复杂，那我大概讲解一下就好。那我们先从这个温控开关开始看起。现在的温度是28，那我设定停止温度
长按，往下调，往上调。那我是设定27度，就会停止输出送电，然后启动温度40度，就是当我车内温度到达40度的时候，就会输出正电到这个传感器上面去。那我们看一下背面，这边正电、负电，然后最后这个是这个温度感测探头的接线，然后这边是中间是公共端，然后左边是常开，右边是常闭。就是当这个温控开关它温度到达我设定的温度的时候，它就会送一个正电过来到这个金属感测传感器上面，然后这个金属感测传感器，当它没有检测到金属的时候，它就会送正电过来这个继电器，因为这个传感器的电流很小，它只有150毫安培，然后它送电过来继电器之后，再由继电器去输送大的电流到我们的灯泡或者是涡轮风扇上面去。再来，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涡轮风扇，看它的风量多强。好，现在电接上去了，这个出风是朝下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风量。我试一些在桌上，看到没有？风量蛮强的。这涡轮风扇一颗才0.32安培，然后风量又很大，非常好用。好，那我们全部测试完毕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涡轮风扇装到我们的透气窗里面去。好，我们把4颗涡轮风扇给安装上去了。那胶也打好了，那这个等胶干要一段时间，所以我线路还没有接。那等胶干的这段时间，我们先去处理别的部分。现在我们要来处理这个中门线路送电的问题。那当我们把这个排风扇装上去之后，刚刚我从这边钻了一个洞到门里面去，等下电线从这边下来，然后跑过来这边。那我打算在中门的这个限位器，我打算把这个拆掉，换上这个门碰电极，把这个拆掉换成这个，这边一样拆掉，换成那个门碰电极，然后这个电线从 B 柱进去，我打算把它拉到我们中间扶手那边，因为我的温控开关要坐在那边。那通过这个门碰的电极，让电送过来这边给我们的涡轮排风扇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拆下来之后，要把这个新的门碰电极装上去，这边需要钻洞，让这2个电极可以进去，螺丝才锁得上去。我们终于全部接完了，然后这2条线红线黑线正负极拉出来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透气窗，我已经把4个涡轮风扇装在上面了，4个涡轮风扇并联，这个金属感测的传感器，然后接到继电器，然后2条正负线，等一下装上去之后，跟这2条正负线接在一起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装上去看看吧。好，我们透气窗装上去，那线我还没接。先给各位看一下，那等一下接好之后，把这个纱网盖回去。然后当我们把窗户关起来的时候，我这边会再粘一个金属，可能贴一个滑丝或者是什么都可以，让这个金属感测器可以感应到我的窗户关起来。然后当我打开的时候，它就会侦测到我窗户已经开了，然后送电进来。那我们先把它全部接好之后，来做一下测试。好，我们全部
都接完，都完工了。那现在要来做测试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因为我内装还没有做好，所以我这个温控开关还没有位置放。那我是打算放在中间扶手这个位置，到时候我会做木座，然后再装在上面。我先预留线路在这边。那我们把门关上，让它电送过来。好，我们门关上之后，风扇已经开始在运转了。我让你们听一下声音，这样可能不是很清楚。我拿一张卫生纸试看看。那我来放个火，制造一点烟雾，试看看效果如何。启动。这个制造的烟雾没有很大，只是好玩而已啊。其实这个排风量算非常大，风量也很强。那最后我们还有这个金属感测的还没有装上去。我现在门打开，它的灯会亮，就是它没有侦测到金属的时候，现在风扇就开始运转了。然后它侦测到金属，风扇就会停了。那我会把这片金属粘在窗户的这边，我窗户关起来的时候，它就会断电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全部测试完毕，没有问题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上胶了。那只要把胶从这个边缘打进去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全自动透气排风扇，我觉得非常的完美。以后我停在太阳底下，只要把窗户打开，它温度高的时候就会开始散热。那晚上露营的时候，也可以手动去启动它，当做我们的排风扇。那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完美。你们觉得呢？那这集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Enjoy it.